我死印！哼，小子，我的耐心耗尽了。好强，放手一搏了！周叔，小木，我来迟了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幸亏周叔及时赶到，不然我都要自暴气海跟他拼了。周岩，该死，他怎么会赶来？柳宗，你这老匹夫，敢对我沐浴少主动手，找死！柳宗，那不是柳玉二当家，他竟然亲自过来，看来那铜片果然非同小可。少主啊，少主，你怎么样？该死，沐浴这群人都是属狗的吗？闻着味儿就过来了，现在还不是跟他们翻脸的时候。哼！小木，你等着，周叔这就去为你报仇。周叔，别追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好不容易逮到柳宗落单的机会，这可是解决掉他的好时候。我有要事，必须尽快向老爹汇报。先回去再说。那好，我们回去。刘玉好大的胆子，这是想跟我们撕破脸吗？幸好小木没有大碍，否则今天我必定让柳宗有来无回。这个仇，我们以后会跟他好好算的。看来这段时间你修炼的不错，否则也不可能从柳宗手里逃过一劫。老爹，我好歹也是灵动境中期的实力了。灵动境中期算什么？柳宗可是神魄境强者，若非他轻敌，你这点实力怎么可能破得了他的阵法？反正我就是破了他的阵法。小木未雨绸缪，提前让谭青山送信给我们，又利用柳宗轻敌之心，坚持到我赶过去。这份心智着实不凡。周爷，你就护着他吧。不过，既然柳玉非常在意这东西，我确实得好好看看。老爹，看出什么了吗？这气势啊，这上面的纹路有点像九幽阙。不会吧，老爹，您说的是在万寿路地榜排名第11的九幽阙？是不是？验证一下便知。去。能让万寿路地榜排名第85的龙岩雕如此惧怕，想必就是九幽阙。柳玉想对九幽阙下手，难道这铜片里有九幽阙的信息？不过凭他们的实力，怎么敢去挑战九幽阙？这里头应该有什么秘密，我注入点灵力试试。原来九幽阙在进化中失败，陨落到了某处。怪不得柳玉敢打他的主意。这铜片上记载着九幽阙陨落的信息，他们应该是想趁九幽阙处于虚弱期，找到并炼化它。刚才若我没有看错，九幽阙陨落的那片山就在黑明渊里。黑明渊，那可是咱们北灵境的禁地。没想到周野突然赶了过来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只能……
所以，让那小子把铜片带走了。大哥息怒，当时就在沐浴边境，如果强行动手，定会激怒沐浴，而且我们也没法确定铜片一定是被沐尘拿走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做好前往黑名渊的准备。就算沐风真的拿到铜片又如何？他若有胆去黑名渊，我就在那里解决掉他。等我得到九幽阙，看着北灵境，还有谁能阻止我们柳域称霸？以柳晴天的残暴，若让他得到九幽阙，整个北灵境定会生灵涂炭，到时候沐浴第一个就会被他针对。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九幽阙，否则后患无穷。黑名渊常年被死瘴笼罩，不过每年这个时候瘴气会削弱不少，倒是进入的好时机。派人盯紧柳域，我们这边准备好人手，立刻去黑名渊。我这就去准备。老爹，我也要去黑名渊。你不行，黑名渊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老爹，我好歹也是经历过灵路历练的，黑名渊再危险也比不上灵路吧？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好，只要你能在我们出发前到达灵动境后期，我就带上你。否则，就别去给大家当累赘了。没问题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居然能阻止反噬之力！对了，老爹，您对大浮屠诀了解多少？我最近修炼它的时候，总觉得体内深处好像有什么在跟大浮屠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共振。您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？我对大浮屠诀了解甚少，这个怕是得问你娘了。娘？你身上流淌着你娘的血脉，大浮屠诀又是你娘留下的，会出现这种共振反应，其中的关系，应该也就你娘能弄清楚。好了，现在也不用急着探究这些，等你以后强大了，自然也就会知晓一切的。你之前不是对灵阵有兴趣吗？最近我刚邀请了一个灵阵师来到我们沐浴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去见识一下？真的？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哎呀，老爹，有这好事你怎么不早说？看把你急的。柳域的狼子野心日益炽盛，我们沐浴必须尽快提升整体实力，否则迟早会被他们吞并。所以，我决定建造一座2级聚灵阵，以增强我们的实力。这位主导阵法的是1级灵阵师温灵先生，等会儿你可以向他请教一些灵阵知识。哎，老爹，他手上那是什么？啊，那个就是布置灵阵必不可缺的灵印。这种灵印的手法跟森罗死印有点像，但似乎简单许多。狱主，您来了。好，温灵先生辛苦了。阵法的准备工作差不多了，等其他灵阵师就位后，就可以开始构造2级聚灵阵。哎，
玉主，这位是？哈，犬子沐尘。哈，原来是穆少主。少主也是灵阵师吗？他从未学过灵阵，我就是带他来开开眼界的。他这是看了温先生的手法后，有样学样，自己在瞎琢磨呢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有人仅凭观摩就自己凝聚出灵印？老爹，我成功了！真是灵印。穆少主，你能否再凝聚一道灵印？我试试。还真可以。还能再凝聚一道吗？我再试试。不行了，我只能凝聚出5道。第一次模仿我凝聚灵印，就一下子凝聚出5道。穆少主在灵阵上的天赋，真是平生罕见啊！晨儿，我看你就跟温先生学习灵阵吧。这可使不得，我可不敢当少主的老师，但我愿意当少主在灵阵师一途的领路人。灵印可以看作是布置灵阵的基石和通道，但要真正布置好灵阵，还得有阵图做指导才行。明白，温先生。这是2个小灵阵，灵附阵和迷魂阵的阵图。虽然比不得1级灵阵，却也有奇妙威力。穆少主就先拿它们练手吧。多谢温先生。虽说穆少主天赋卓绝，但切勿骄傲自满。真正的灵阵宗师，绝不是光靠天赋便能达成的。我会牢记温先生教诲的。晨儿不愧是静的儿子，完全继承了静在灵阵上的天赋。千辛万苦，终于突破到灵动境后期了。这下老爹没理由不带我去黑名渊了吧？接下来还有时间，再把灵阵琢磨一下吧。柳青天他们出发了。消息确切。我们的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镇守边关的大将陈雄也赶过来了。不过，小木还没有出关。此行风险极大，还是让他在家专心修炼吧。老爹，您可不能耍赖啊！当初说好了要带我一起去的。哦，你达到灵动境后期了？不愧是小木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根据探子线报，柳毅人马是从西边通道进入的黑名渊，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遇到他们。还有，这里死伤的毒性
连灵轮境强者都难以抵挡。大家虽然服用了避毒丹，也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是，都听到了吧？在黑明院里，我们的敌人可不只是柳玉，绝不能有一丝大意。这里可远比北陵之原危险多了。跟紧我。嗯，好。什么时候你也喜欢藏头露尾了，柳晴天？沐风，你的鼻子还是那么灵。小子，那东西果然是你拿走的？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的人未必命大。沐风，你倒是有个好儿子，但我劝你还是把铜片交出来，否则你们沐玉精锐尽数折损在这里，那我柳玉就得帮你们统治沐玉了。哼，就怕你们没这能耐。是吗？要战，奉陪。什么声音？是灵风，这种低级灵兽一直不可怕，成群了，那可是高级灵兽都惧不得存在。快离开这里！走！快，分散跑！闪开！少主，你没事吧？老爹，快跑！到黑洞岛汇合。少主，走！快跑啊！准备战斗，保护少主！哪里来的笛声？怎么回事？这笛声虽小，但它一响起，噬灵峰就离开了。难道这噬灵峰是有人在操控？少主，我们快去黑毒沼跟狱主会合。真叔，我想跟上那些噬灵峰群去看看，我觉得他们有蹊跷。少主，那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不靠近他们就是。我们也跟少主过去看看。走。
只是跟到石灵峰的老巢了。奇怪，笛声到这里却突然消失了。啊，那里怎么会有人？陈叔，您得帮我个忙。少主，你为什么要去冒这种险？这事儿透着古怪，我忍不住想去看个究竟。放心吧，陈叔，我有分寸的。真是少年行性。好吧，少主务必小心点。跟我来。陈叔他们成了。石灵峰被陈叔他们引走了。原来是具枯尸。这人是谁？怎么会倒闭在这里？无名天成，自灵虫族而来。灵虫族。灵虫族是个非常神奇的种族。这个种族内的每个人都是高明的灵虫师，能够操控天下万虫，手段颇为诡异。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碰到他提过的灵虫师。偶得九幽雀之踪迹，贪心涌动，试图得之，然费尽心机到得此处，故方才发现。后面怎么没了？看样子，这灵虫师也是冲九幽雀来的，但后来似乎出了什么变故，让他遗憾颇深。笛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，这应该就是灵虫师操控万虫的灵虫笛吧？看来这笛子经常被风吹响，所以才吸引石灵峰到这里筑巢。这东西若是用得妙，应该可以控制石灵峰。前辈，既然你身死道消，这等遗物留着也是被岁月侵蚀，不如便由晚辈来继承吧。赶快去跟陈叔他们会合。谁？这家伙怎么跟来了？牧尘，乖乖的把铜片交出来吧。这里可不是北陵院，我若杀了你，不会有任何麻烦。血图我都不怕，又算什么东西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血图那蠢货是死在银角龙豹之上，你唬不住我。交出来！上次北陵支援修行，让你侥幸跟我并列第一，你真以为可以与我分庭抗礼吗？哼！这家伙果然达到灵轮境了。这家伙上次还是灵动境中期，现在竟到灵动境后期了，是有点本事。哈哈哈！你一直很骄傲吗？现在只会像条丧家犬一样吐来吐去。
翻，三罗死印。这混蛋还真强，得赶快摆脱他，否则酒徒对我不利。还真是越来越棘手了，今天得想办法除掉他才行。还想逃？什么鬼？这是可以控制噬灵蜂群的灵虫笛。既然你要打，我只能奉陪到底。原来这就是你刚才找到的宝贝。看来我也得快走，叫上陈叔他们，赶紧和老爹会合。这片黑毒沼面积太大了，而且上面笼罩着的瘴气过于浓稠，除了玉主您和我，其他人的实力都无法直接飞跃。但如果坐船的话，水里又潜伏着许多黑毒鳄，我们必定会受到攻击，造成伤亡。老爹，小木，你们也脱险了？我们都没事。我就知道。你小子不会有事的。老爹，看来你们被难住了。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柳玉应该是充分探查过黑明院，他们没往这边来，肯定是走了一条我们不知道的捷径。我们若再拖下去，九幽阙怕是会让他们捷足先登了。其实，要渡过去也不难。是吗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很快老爹就会知道的。在这之前，老爹和周说，你们得先去抓几头黑毒鳄，其他人去砍一些木头过来。你小子最好别瞎搞，照晨儿说的去做。跟我来。是。走，周爷，我们也去动动筋骨。是。你小子就这样把我们带下水了？我可没看出你这法子有什么高明之处。我对黑毒鳄有所了解，这种终极灵兽常年生活在沼泽里，视力非常差，感知力也不强。我们坐在跟它们气味相同的黑毒鳄木筏上，它们很难察觉到我们的气息。只要我们在扰乱它们的视线，便能安然度过黑毒沼了。可你要怎么扰乱他们的视线？多亏老爹前阵子让我修习灵阵，下水前我就在每条木筏上布置了个迷魂阵，这应该能扰乱他们的视线。那万一扰乱不了呢？那也无妨，我还在每条船上布置了个灵附阵，就算有意外，也能撑一阵子。黑毒鳄靠近了，大家注意屏息。看来小木的法子不错。大家都别松懈，还是要保持警惕。
法子好使吧？我们很快就能靠岸了。臭小子干得不错，不过还是不能疏忽大意，都小心一点。竟然不只有黑毒鳄！超级灵手黑冥蛇，周爷，拦住他！大家快上岸，注意避开水中的黑毒鳄，也不要跳太高，上面有瘴气。好，都快跟上我！走，快上岸，上岸，走！孽畜！跑的倒是挺快的。晨儿，快带大家上岸！好。孽畜！这孽畜在水里神出鬼没的，这怎么对付？你们快走，我来吸引他。晨儿，别下去，太危险了！老爹，他一出来你们就……晨儿，小木，靠你了！扶阵。想跑？爹，周叔，动手！晨儿，坚持住！走，晨儿小心！快救晨儿！老爹！狡猾的孽畜，竟想拿小木来要挟我们！看来不能轻易攻击。孽畜，放下晨儿，保你不死！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全身骨头要碎了。只当搏一把了。晨儿这是在……不行，这能强攻了！是灵风，那晨儿刚刚吹的是灵虫笛。老爹，周叔，快走！好。我们快走，此地不宜交流。都给我麻利点儿！在沐浴到来之前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九幽雀找出来。这么多灵兽骨架出现在这里，其中必有古怪。爹说的是，看他们的姿势，似乎是在行走时突然暴毙而亡。哦，你可看出这是何原因？只能确定，这里应该就是九幽雀陨落之处。要不是被沐尘那混蛋拿走了铜片，我们何至于像现在这样满地瞎找？不必着急，沐浴不像我们，在来之前就把黑冥渊的地形地势摸得清清楚楚。他们就算逃得过噬灵蜂群，怕也过不了黑毒爪。说不定我们找到了九幽雀，他们还在黑毒爪跟那些黑毒鳄较劲。
此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沐浴的人来了，都随我过去！这些骨架是怎么回事？沐风，你们可真慢呐！我还以为你们给适龄蜂群打牙祭了。哼！柳玉快是快了点儿，可惜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收获呀。要不你们退开，让我们来。哼！小子，这次我可不会再让你跑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打，我奉陪到底。大哥，沐浴既然专程来找死，我们就先成全他们。既然沐浴不知进退，那就不必跟他们多废话了。这是灵兽。哈哈哈哈哈！柳晴天，终于忍不住了。我们有几年没交手了吧？这次就看看，到底谁更强！哼，如你所愿。萧爷，上次他拿错人蛇放了你，这次别想逃！好，让我看看地狱魔蝎跟我的山岳灵犀相比，有何能耐！铜片在发烫，难道是感应到九幽雀了？可它在哪里？不过，这骨架的走势似乎都是去那个山崖。难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？九幽雀！少主，小心点！陈叔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去那山上看看，你掩护我。走。慕白，盯紧沐浴那小子！该死！图片越来越烫。九幽雀应该很近了。啊，在下面。
九幽雀只能属于我柳玉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家伙竟然跟来了，得先甩开他才行。那可不一定。哎！小子，就这点本事也想得到九幽雀？受死吧！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不经当？难道是……总算甩掉那家伙了。不过这里如此之大，到哪里去找九幽雀？铜片离九幽雀越近，反应就越强烈。我只要朝着它反应强烈的方向走就对了。好烫，应该就在前面。九幽雀应该就在里面。可怎么破开它呢？这石头竟然能够吸走我的灵力！就知道你在耍花样。看来你已经帮我找到九幽雀了，接下来没你什么事。死吧！小子，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不行，不能这样跟他硬拼下去。上头，可惜这里是死地。看来你有麻烦了。你在搞什么鬼？
爹，那就是九幽雀。九幽雀是我的了，休想！老爹，别碰他！过来！怎么回事？灵力竟被吸走了！起！幸亏晨儿及时提醒，这玩意儿果然不是省油的灯。医生，大哥，你怎么样？小心点，这个该死的东西非常古怪。老爹，没事吧？还好你提醒得快。这九幽雀不愧是万寿路地榜上排名第11的超级存在，我们得小心点儿。那东西好像在向外传递什么信息。我的灵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吸我们的灵力。怎么回事？快离开这里，否则我们的灵力都会被他吸干。老爹，那些灵兽怎么回事？灵力都被吸走了，还要往里闯？我明白了，九幽雀这是在故意释放自己的精魄，诱惑这些灵兽来吞噬。这对灵兽来说诱惑太大了，他们根本无法抵抗。所以，这里的灵兽尸体都是被九幽雀引诱过来，吸走灵力而亡的。看样子，这种事发生过好多次了。可铜片上不是说九幽雀进化失败，正处于虚弱期，怎么有能力隔空吞噬大量生灵灵力？会不会铜片上说的都是假的？九幽雀并没有那么虚弱，它只是蛰伏在这里，寻找机会吞噬其他生灵的灵力，为己所用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铜片就是九幽雀故意放出去，目的是吸引人类强者过来，以便他吸走灵力。所以，那灵虫师才会留下那个恨字。把这么多灵兽还有我们吸引过来，当做他的灵力来源，这九幽雀的心思未免太可怕了点吧？不管如何，九幽雀我们就别想了。北灵境没有人能够收服这种存在，我们快撤！走。大哥，沐雨他们撤了。爹，我们也退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撤！老爹，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也许他吸够了。
雀要出来了。那就是九幽雀吗？这种威压感，怕是进入3天之境的强者都无法匹敌。黑闪雷劫，老爹，那是什么？是灵兽想要进化，就必须跨过的劫坎。九幽雀上一次进化失败，才费尽心机浴火重生。现下马上又要尝试进化，还真是忍不住。这次他要是成功了，那就有了冲击万兽路天网，成为真正神兽的资格。神兽？听说那可是大千世界中至尊级别存在都要忌惮的生灵。不过，想要度过黑神雷劫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灵兽与神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中间却有着万载苦修都难以跨越的鸿沟。进入那种超级层次的，毕竟是极少数。九幽雀先前失败，侥幸没在雷劫中湮灭。这次若再失败，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。若是那样，我们不就没办法得到他的灵兽精魄了？就算获得了，又有谁能将它炼化？爹，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姑且看看是否有捡漏的机会。他这是在向黑神雷劫挑战。黑神雷劫不死不休，这家伙还真是刚烈。没想到九幽雀第二次进化还是失败了。不好，九幽雀要自爆了，快走！走！
住他！怎么又有反应了？不成，小心！又来了！这是哪里？是他！醒了，你小子可把我担心死了。老爹，我们回家了。你被九幽雀自爆的火焰打中，一直昏迷不醒。但我检查后，你身体并无大碍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。这阵子让老爹担心了吧？哎，没事就好。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对了，九幽雀呢？哎，没想到白忙活一场。不过只要能阻止柳玉得到它，避免给我们沐浴带来危险，也算是行动成功了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得去处理一些事务。这几天狱内的事落下了很多。好久没动了，先检查下身体怎么样。这么快就达到灵动境后期顶峰了，终于可以冲击灵轮境了。这枚运灵丹蕴藏的灵力，应该能帮我省去不少麻烦。算进入灵轮境，这下达到5大院的基本招收条件了。好了，出去走走。怎么回事？很像老爹说的那种惊破世主的感觉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守住灵智。九幽雀。九幽雀，这九幽雀怎么会在我的气海里？对了，是那个时候，九幽雀的精魄应该是随着火焰进入了我的身体。这股能量在不断的破坏我气海中的灵气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否则我的气海会被它毁了。给我停下来！这么轻松就解决了。他是谁？一个刚踏入灵轮境的小子，竟敢对我出手！他居然是九幽雀，我也没想到你竟会在我的气海里，甚至强大到可以化成人形。你们人类去黑冥渊，不就是要得到强大的我吗？
炼化灵兽精魄，那是神魄境强者考虑的事情。我只是灵轮境而已，对你可不敢有什么想法。还请你离开吧。哼，虚伪的神类！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轻易离开。看我如何破掉你的气海，然后占据这具身体。我就算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灵轮，去！哦，你想自爆气海里的灵轮来跟我拼命？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不是靠这种手段就能弥补的。不管了，拼了！哼，雕虫小技。那是，那是黑纸。自从灵鹿得到它，怎么研究都毫无反应。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压制我的灵轮？这东西似乎不简单，不过你好像控制不了。破！完了！这黑纸竟能阻挡九幽雀的攻击，先尽快起变吧。这是。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竟连九幽雀都能困住，黑纸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一个牢笼也想困住我，给我破！一个小小灵轮境的气海里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东西？哦，看来这黑纸幻化的花龙还挺牢固，得趁着机会想办法先稳住它。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了？你一个灵轮境，体内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无可奉告。可恶！报仇你！好像还不是能谈判的时候。希望这黑纸花龙不要出什么问题。看来你需要冷静一下，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真是想不到，在关键时刻，居然是那来历不明的黑纸帮我制服了九幽雀。可惜，不知能困住他多久，得尽快想办法解决。不过，九幽雀这事还是先不告诉老爹了。若我解决不了，再请他帮忙吧。院长，这次武大院下发给我们几个名额？给了5个普通名额，另外还给了1个种子级别的名额。种子级别的名额，那可是武大院3种名额里仅次于核心名额的第2的名额。这种级别的名额，不是只有那些实力极强的灵院才有资格获得吗？
像我们北陵院这种规模的陵院，从未听说有人获得过呀。是啊，整个百灵大陆陵院少说也有数百个，但武大院每次给的种子名额也很少超过20个。想不到这次竟会分一个给我们北陵院，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缘故吧？我想，可能是我们北陵院的某位学员引起了武大院的注意。是牧尘？武大院把他从陵路驱逐出来，现在又特意给我们一个种子名额。你们说，这是要补偿于他，还是说对他有点舍不得呢？罢了，不管普通名额还是种子名额，终究是强者得之。你们去通知有潜力的学员们回校参加特训，为武大院名额选拔战做准备。对了，柳慕白无需通知，之前他已经跟我请假，自行回柳域修炼备战了。老爹，你找我？莫师的来信。今年武大院给的名额里，竟然还有一个种子名额。获得种子级别的名额，进入武大院后，便能够获得卓越的身份地位和修炼资源。不过，只要你能进入武大院，我就满足了。老爹放心吧，我听莫师的安排，明天就回北陵院去参加名额战特训，一定在名额战中进入前6，夺得一个名额。柳域那些王八羔子尽会使绊子。周叔，怎么了？柳域有座2级聚灵阵，对修炼大有裨益。依靠着聚灵阵，诸多强者才投靠他们。现在听说我们也要构建2级聚灵阵，柳域就大肆抬价收购建造聚灵阵的材料，还花大价钱挖走我们已经聘请的灵阵师，害得我们材料和人手都严重不足。这也导致温先生他们几次建造聚灵阵都失败了。柳域还不罢休，今天又挖走我们一个1级灵阵师。我们现在连建造聚灵阵最基本的人手都不够了。不就缺个灵阵师吗？老爹，我来顶上。胡闹！建造2级聚灵阵可是非常专业的事情，只有1级灵阵师才能帮上忙。老爹，我行不行？咱们去见见温灵先生，让他来判断，如何？少主虽然天赋卓绝，但我们所剩的材料只够再尝试1次。倘若又失败，沐浴便得再准备好多年才有能力建造2级聚灵阵了。所以还是先找一个1级灵阵师稳妥点，我们再布阵吧。温先生，我不是盲目托大，而是有几分把握才敢主动请缨的。小小年纪，居然能凝结出15道灵印，居然还是个灵阵师。温先生，你看陈儿能帮得上忙吗？少主的修为确实达到了1级灵阵师，但经验、眼力还欠缺些磨练。不过，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，这建造2级聚灵阵，对他倒是一个不错的历练机会。多谢温灵先生。这是2级聚灵阵的部分灵阵阵图，你先熟悉下。届时这一部分的灵阵就由你来负责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准备布阵用的高级灵兽精魄，1个时辰后开始布阵。你小子真的可以吗？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只要建造成功，我们沐浴的实力很快就会赶上柳玉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如果天不遂人愿，就当是花些代价，给你攒个经验。老爹，你放心吧。2级聚灵阵要一次性构建出来很难，所以我们的方法是，每人先构建出一部分灵阵，再把它们跟居中的主阵链接起来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阵。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用灵印构建聚灵阵的基点，我们每人出10道灵印，构建自己那部分灵阵。我另外再出10道灵印，构建居中的主阵。布阵。
少主第一次参与，竟能完成得如此出色，天赋果真了得。现在大家都构建好自己那部分灵阵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把它们跟主阵链接，这是最难的一步。每一道灵力链接都要控制得妙到毫巅，稍有毫厘之差，都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没想到穆少主的炼阵如此顺利，现在就差陈灵那最后一点了。不好，陈灵，快控制住力道！陈灵，快继续补充灵印，修复灵阵！收获灵阵，唐不生少来凝聚灵印，谁来帮我凝聚下灵印？20道灵印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我也腾不出手，否则炼精好的地方会崩开的。想不到会功亏一篑，罢了，让他们停下吧。小木他。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我这部分灵阵，怎么会懂得如何把它修补好呢？稳住了，陈灵，继续炼阵。是。好，立即控制好每道灵力的力度。成了。2级聚灵阵，我们成功了！各位辛苦了，沐浴主客气了，这次能成，多亏了穆少主。晨儿，你立了大功。我刚才突然进入了一种古怪的状态，到现在还有点迷糊呢。什么样的古怪状态？我好像突然就能看清整个灵阵的态势，还发现了其中有部分缺陷，下意识就把它修补了。那不是新阵状态吗？魏先生，什么是新阵状态？哦，那是一种能让布阵者直接以心观阵，并凭心意改变灵阵轨迹的玄妙状态。就算是3级灵阵师，也未必能感悟到那种极致的状态。穆少主，你才1级灵阵师便能感悟，我之前可从未听说过这种事。这卑鄙的人类，天赋倒是不错。玉主，看来小木以后会在灵阵上大有前途啊！能遇到穆少主这样的灵阵奇才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来，这是1级灵阵虎岩式灵阵的灵阵阵图，若少主不嫌弃，就拿它修炼，应该对体悟新阵有所帮助。多谢温先生。那里有能指点你提升实力的人，好好跟他修炼，你就一定能拿到5大院的种子名额。是，自己过去吧。慕白此次前来，莫要多说话，进来吧。